重新绽放，给生命新的能量。走在未来道路上，追逐你的梦想，每天为你欢呼，祝福着你的信念，每个失望都能够转换成希望。就算挑战也得坚持，守护善良的力量。就算无助也要相信，心有一道曙光。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善良，诚恳的目光不会被遗忘。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希望，创造美好的世界，给未来一扇窗。哇，不错啊！这个家应该不需要我们帮忙打扫了。蛮干净的，所以应该不会有壁虎了。你也怕壁虎啊？我儿子小时候也怕壁虎，每次都要我把他赶走。Hello, Mr. 虾，我们是爱德医院的护理护士，来帮你做身体检查的。我是金思燕，她是我同事 Sunny。我不需要这么检查，你们走吧，以后也不用再来了。Mr. 虾，我们都来了，你就让我们帮你检查一下好吗？我这病不会好的，走吧，走吧。Mr. 虾 Mr. 夏，我们是来帮你的，希望你可以配合，让我们帮你做检查。Mr. 夏，我们开始了。36.8，正常。现在给你测血压。血压88。Mr. 夏，我现在帮你检测血糖，请问你的血糖检测记录在哪里？什么记录？就是每天都要测量空腹和饭后的血糖，护士应该教过你的。我没有验。Mr. 夏，我现在帮你测量血糖指数，请问你今天吃饭2个钟头前吧。Mr. 夏，你的血糖比正常高出1倍。医生开的药你有没有吃啊？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Mr. 夏，你是不是喝很多酒啊？酒精含有碳水化合物，喝多了会导致血糖升高的。你有糖尿病，一定要好好控制，不然会引起很多并发症。你尽量少喝酒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。身体是你的，你不好好照顾。
要不然我们也很难帮你的。我还有事要忙，你们走吧。好，那你一定要注意饮食，还有啊，药要定时吃。我们下个星期会再来替你检查。喂，喂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！你再跑，我不要跟你换 case 哦。我要你交换，以后 Mr. 夏就是你的 case， 与我无关。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不用问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病人出现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，我帮他打了针，情况已经受到控制。不过他的肾脏衰竭、电解质紊乱、体内毒素堆积，随时会陷入昏迷。老德老，我的妹妹的情况真的没有任何好转吗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师姐，对不起你，那些药帮不了你。姐知道你很辛苦，可是你要撑下去。只要你不放弃，姐会一直陪着你，坚持到最后。Ada，既然这些药物根本没有什么作用，就不要再让她尝试了。不如按照你妹妹的预先护理安排，放弃抢救，让她回家平静的离开。是啊，Ada，我知道你爱Eve，我们也很爱Eve，可是爱的方式不止一种。可能Eve想要的，是我们尊重她的决定。我常听人家说，护士看惯生死，铁石心肠，原来是真的。你还是有希望的。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尝试其他的方法？为什么一直叫我放弃？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奇迹会出现？Ada，你冷静一点。医生尽力了，你也已经尽力了。身为他的决策代言人，你更应该尊重他的决定。我不想再听了。我是Eve最亲的人，我会保护好她的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。你们走吧，不要妨碍Eve休息。耀阳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是很清楚啊。对了，Miss Cole 怎么会突然间入院了？他因为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入院治疗，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。你还有提到说他因为肾脏衰竭、体内毒素堆积，随时有可能陷入昏迷。那 Ada 小姐呢？她决定怎么样Ada还是不肯放弃，她希望有奇迹出现。Miss Cole 她不是已经做了预先护理安排吗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根据她的意愿让她出院才对啊？我们当然应该尊重病人的选择，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不理会家属的感受。Ada 是 Miss Cole 指定的决策代言人。如果有一天 Miss Cole 她失去心智能力，可是 Ada 却不愿意执行她的意愿跟安排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我们只能慢慢劝说 Ada， 希望她能接受和尊重Eve的意愿。
只能这样了。看来以后要决定决策代言人，一定要先沟通清楚，避免这种状况。Sister Sarah， 哎，你也放工了？对啊，桑尼没有跟你一起回家吗？我们下班的时间都不一样，而且他下了班会有其他的活动，不一定会回家的。哎，对了，桑尼是不是怕壁虎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一定是家访的时候遇到壁虎了吧？对啊，看他一个大男人被壁虎吓成这样子，还蛮好笑的。他真丢脸。那么，如果你们在家里遇到壁虎，是不是你们的爸爸帮你们赶走的？怎么了？怎么突然间对我爸爸有兴趣啊？我们今天去了一个叫做夏后的病人家做家访，桑尼看到他脸色完全变了。他平时做家访的时候很亲切啊，话也很多，可是今天完全变了一个样子，表情很严肃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所以我在想，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关系？那你没有问萨尼，他怎么说？我问了，他叫我不要问，他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我跟他工作到现在，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样子。应该没什么事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事先走了，再聊。救命啊！爸，快来帮我！我的房间里面有壁虎。哟 boy， 你是个男子汉呢，这么怕壁虎，那改天怎么当兵保家卫国啊？以后再说，快点帮我把它赶走。爸，不要帮这个胆小鬼。要你管。哎，吃饭了。妈，很痛哎。哎，我拿东西。又在想起小时候的事了。思妍告诉我了，那个 Mr. 虾，真的是他。他真的回来了，还改了名字。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丢下我们，连影子都没有。妈都走了这么久了，他为什么突然出现，还让我遇到他？那他有没有说，那么多年来他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不回家？对我来说，他只是个普通的糖尿病病人，其他事与我无关。以后这个 case 就由金思燕去负责。你有事，你找他吧。
要去哪里呀？耀阳，我一到那边就会打电话回来。你在那里，人生地不熟，做什么事都小心一点。你放心，有阿叔跟我一起，他那边认识人，我一挣到钱，就会把钱寄回来。医药费这方面，你别担心，听医生的话，继续化疗。你看，你是姐姐，爸爸把这个家交给你，你要好好照顾妈妈和弟弟，不要让爸爸失望。我会的。白啊，你要听姐姐的话，爸爸很快就会回来了。我走了。姐，光叔他真的看到姐夫在泰国搂着女人大鱼大肉的。来，阿姨，谢谢。也许光是问错人了。可是这一年他都没有寄钱回来，连通电话，连封信也都没有寄过来。如果他的心里真的有你们，就不会连个人影也不见了。阿姨，可能爸爸发生了一些事，所以暂时才回不来的。阿姨也以为你爸是个老实人，是个会照顾家庭的好男人，结果呢，阿姨也看错人了。你现在才回来啊？都几点了？放学后你到底去哪里？为什么不要早点回来照顾妈？你很烦哎，可以不要管我吗？啊 boy，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姐说话？她也是关心你。还有，你最近是怎么了？每天都那么晚回来，还满身大汗的。你又跑去玩了？你学校的老师还说你的成绩退步很多。那不是手机的铃声吗？你怎么有钱买手机？给我看！哎，不要管我！你怎么可以这样推倒你姐姐啊？你自从认识那些流氓之后，你变坏了，是不是他们要你做一些坏事，你才有钱买手机啊？你老实跟阿姨讲。哎，为什么这么不听话？不用你们管。哎，boy 啊，阿 boy， 阿 boy， 阿 boy， 你给我回来！哇，你打得这么厉害，我们两个怎么赢得了你？诶，你不是说你不要做护士了？不如你加入我们的 team， 一起赚钱？你们又有什么 idea？ 我和 Ryan 准备 create 一个 web channel， 拍摄一些关于 gaming 跟电影的 video。这样也能赚到钱？当然可以了。现在的人花在手机的时间比睡觉还久。只要我们的 channel 有 interesting video， 就有很多 subscriber。只要有足够 subscriber， 就能接广告了。我们拍 video 的成本很低，而且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又可以赚到钱。Why not？ 你知道电玩偶像 Dream 之前就是拍了很多 gaming video， 有了很多 followers， 然后有人就叫他去唱那个 online game 的主题曲，然后就爆红了。我相信凭我们的实力，也一定可以成功赚到钱的。袁凯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准备下班的时候有突发状况，有个病人在厕所突然哮喘发作，呼吸困难，还好我们及时发现，病人才没事的。幸好我已经脱离苦海，不再需要轮班，搞到睡眠时间混乱，每一天不能准时下班，还要医生要水位搭地铁。你就不要再骗我了，
这都不是你的真心话。我真的是不明白啊！你都已经休假这么多天了，难道就没有想通要把辞职信拿回来吗？人生的青春是有限的，我要趁这个时候尝试不同的工作啊，才不要一辈子穿着护士的制服。那你打算做什么？我家都不等着我赚钱，我可以慢慢找。你一定要辞职吗？能不能不要走啊？你是不是担心出错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帮你 cover？ 是啦是啦，你走了以后就没有人可以提醒我了。如果遇到麻烦的病人还有家属，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了。你还有英杰、平平他们啊。你现在是新人，等你累积多一点经验的时候，就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说不定多几年你就变成 Sister Chu。走吧。阿斌啊，小凯在医院是不是跟同事有什么误会啊？当护士当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说要辞职呢？他年少气盛，在医院犯了错，我只是讲了他几句，就说要辞职。你儿子的行为告诉我他不够成熟，根本不适合当护士。可是我看他对护士这份工作是挺有热忱的，只是脾气坏了一点。说起来啊，也是被我们宠坏了。其实我觉得儿子要换份工作也没什么不好的啊，趁年轻嘛，就应该到外头去尝试新的东西。完美爹地，哇，好香啊！又煮了什么好料？过来吃吧。哦。我等一下再吃。阿凯他从小被他妈妈宠坏了，以他这样的脾气，在外面找什么工作都是吃亏的。护士的工作稳定，又有你看着，我会比较放心。你就给他多一个机会吧。有时间吗？现在跟你谈一谈。如果你想劝我回医院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我让你放假，就是要你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。没想到你到现在还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就算我反省了又怎么样？无论我做什么，在你眼里都是错的。算了，反正我已经找到一份新的工作，你不要再劝了。我进来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。我在学校念护理的时候成绩很好，实际的表现也得到嘉奖。之后，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成为正式的护士。一切都很顺利，大家都看好我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护士。Mr. Yuan， 我知道你是 APN， 非常厉害，但是你不用特地进来我的房间，告诉我你有多好，我有多烂。我怎么把你的脸都丢光了 ？OK？ 可是有一次，我竟然拿错了病人化验报告给医生，幸好及时被发现。要是这个病人服错了药，他会有生命危险。我还记得当时的护士长 Sister Lu， 她说 ：“You are not safe for my patients。”从那次的事误后，我意识到，身为护士的责任多重要。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自满而导致工作上的失误，因为病人的生命在我们的手里。你妈说的没错，你应该去尝试一些新的工作，吃点亏，从中成长。至少那些工作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危。你还有最后1个星期的工作，不要以为辞职了就可以不认真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不会出错，一定会把我的工作做得好好才离开。
那个人要是敢来找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理他。当年说走就走，现在回来还有什么用？尤其是你啊，哥，你千万不要心软。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回来了又不找我们。他一定是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，所以没有脸回来见你们。阿 boy 回来了，吃饭了。我吃过了。你干嘛那么晚了？我们等很久哎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受伤？跟人家打架？你当我是小孩啊？我现在这么壮，如果真的打起来，也是我赢嘛。是我自己撞伤的。我看一下。哎，小伤。我先回房了。需要这么夸张吗？只是小伤，用擦药的。我 check 一下，看需不需要擦药。别忘了，我也是一个专业的护士，我可以照顾自己的。你如果懂得照顾自己，就不会做令我们担心的事。你说你撞伤，撞到什么？真的只是小伤，不要大惊小怪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整天开口闭口都叫我阿boy阿boy的，但是我不是以前那个不会想的小孩啦。哎，让我好好的休息 ，OK？OK，Good night，Good night，Sweet dreams。阿 boy。哎，早。你的脸怎么了？哦，昨天我跟几个朋友一起踢球，其中一个朋友很像吃了大补丸，力大无穷，来了一粒天外飞球啊，打到我的脸就变这样了，中马票都没这么准。你要不要拿鸡蛋敷一下？哎，原来你会关心我的。OK， 现在要跟你们谈的是 Madam Chow 的 case。Madam Chow 跌伤了骨盆，行动不方便，暂时坐轮椅。Madam Chow 的女儿会帮回家照顾她，但是她女儿不知道怎么照顾，需要 CCT 的协助。思燕手上的 case 已经蛮多了，不如交给我吧。反正 Mr. Fong 和 Madam Chow 是邻居。你确定吗 ？Madam Chow 对你这个男护士好像不太信任哦。上次只是一场误会，现在Madam Chow看到我，会笑得好像太阳花一样。那好吧，这个 case 由你负责。OK。我想问你 ，Madeline 的 case 不是你负责，然后耀阳负责 Mr. Xia 的 case 吗？为什么 Madeline 家访资料是耀阳记录，他还注明 Mr. Xia 的 case 改由你负责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因为 Madam Lim 的家里有狗，我有点怕狗。哦，奇怪 ，Madeline 的报告里没有注明他家有养狗。对啊，所以我一到了现场就被吓坏了。不过幸好Sunny有在，所以没什么大问题。嗯。你和耀阳交换的 case 理由算合理，不过记住，以后一定要先得到我的批准才能换，知道吗 ？OK，I'm sorry。昨天你去了 Mr. Xia 的家，你对这个 case 有什么看法 ？Mr. Xia 的糖尿病会不受控制，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吃药，再加上他没有改变饮食，也有酗酒的问题。病人完全不配合治疗啊，的确比较棘手。Mr. Xia 有没有提到他的家人？可能需要他的家人帮忙劝他。没有，他一个人住，也没有提到他的家人。不过，我怀疑Sunny有可能是他的亲人，或者是跟他有关系的人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们两个看到彼此的时候，眼神很奇怪。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跟 Sister Sarah 认识这么久，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的家事啊？比如说，他们两姐弟跟他们爸爸的关系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。这不是很大的秘密，不过
既然他们不想让大家知道这层关系，我们就尽量不说。虽然我和 Sister Sarah 是很好的同事，但是她从来没有提到她家里的事。这涉及到他们的隐私，如果他们不想说，我们尽量别问，知道吗 ？OK。今天精神好多了，真的。Sister Sarah， 哎。过敏症状好多了，有没有觉得舒服一点？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是一起来劝我的吗？别白费口舌了。你可以不听我们说的，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听听Eve想说什么。Eve，这1年多来，他经常住院，在病房觉得闷的时候，就会录下一些感受，把它塞给我。我不要再吃药，打针，不想再洗肾了。我根本不可能康复，连走路都有问题。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原来病发的时候是那么的痛，那是痛到骨子里的痛，什么止痛药都没有用。这种痛只会越来越剧烈，我还能忍受多久？我还需要忍受多久？医生说他们无能为力，我终于可以解脱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如何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我希望可以选择如何离开。我想平静地走，我不要靠这仪器维持生命，那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每次拿东西都不付钱，放手！不行！放手！我要回去喂阿东阿西，我要喂阿东阿西啦！不可以！先付钱。老板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位安迪咯，每次来我店里拿东西都不给钱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多少钱呢？我帮他付。8块。Madeline， 以后你不要随便在店里拿东西，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讲，我帮你买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阿 boy 啊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哎，刚好我也在这里附近啊，你可以过来帮我带 Madeline 回家吗？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回去。我要赶着去小贩中心拿食物给那些独居老人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喂，干妈又跑出去了，家里的狗一直吠着不停。好，我现在过来。安哥蛋，饭准备好了，我出去一下。档口不好开。OK， 没问题。哎，饭都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来。改天呢，我就带你和阿东、阿西一起去公园走走 ，OK？
但是你一定要按时吃药。Promise？ 好。干妈。阿南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跑他那里去了？哦，刚才他说要带我跟阿东、阿西到外面走一走。啊，我担心你了，不知道你去了哪里。哎，阿东、阿西，开饭啦！谢谢你送干妈回来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不用客气啦，我刚好在附近嘛。我每次听 Madam Lim 叫阿东阿西，我还以为阿南是另外一只小狗，原来你就是阿南啊。之前干妈有2只狗，一只叫阿东，一只叫阿西。后来阿东走了，她也习惯叫剩下的那一只阿东阿西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那如果 Madam Lim 有另外一只狗，不会就叫做阿北吧？可能。不过 Mr. Lu 啊，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啊！除了赞助饭给独居老人之外，还那么照顾非亲非故的 Madam Lim。是我应该谢谢他，因为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拉了我一把。他现在年纪大了，我应该照顾他的，只是我要做生意，没什么时间陪他。那你家人呢？没什么本事，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，连多一个照顾他的人都没有。对不起啊，看你样子好像有一段不开心的过去。当年我生意失败，欠了一笔债，他选择离开了我，不过没有怪他。毕竟这个社会就是那么现实。你要多注意 Madam Ong 的饮食，减少内脏和高胆固醇的海鲜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Mr. Yan。Mr. Yan， 找我有事吗？你今天下午有时间吗怎么了？ ？Miss Ko 告诉我，他很喜欢户外的运动，其中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去雪上滑雪。他还跟我提过，你们2个人是要一起去的。是，我也答应过他，不过后来因为工作忙，没办法拿假。我现在有个办法可以帮他完成心愿，希望你可以配合。大大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什么来的？我听 Mr. Yuan 说，你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滑雪，所以给你带了这个来。滑雪？对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叫做 Virtual Reality， 你只要看清楚。爱重新绽放，给生命新的能量，走在未来道路上，追逐你的梦想，每天为你欢呼，祝福着你的信念，每个失望都能够转换成希望，就算挑战也得坚持，守护善良的力量，就算无助也要相信，心有一道曙光。我愿意陪你，谢谢你，守护这一份善良，诚恳的目光不会被遗忘。我愿意陪你，守护这一份希望，创造美好的世界，给未来一扇窗。还好吗？谢谢。不止完成了Eve 想攀雪山的心愿，
也给了我机会弥补我一直以来对他的亏欠。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们大家都希望 Miss Ko 可以快快乐乐的离开。她刚才真的很快乐，所以我很开心可以帮上这个忙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笑得这么开心。以前他每次叫我陪他一起去雪上滑雪的时候，我总是说下一次吧，明年再去，等有时间再说。没想到上天最终没有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。我们人呐，往往都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。Good morning。哇塞，你今天有点不一样哦。等一下要去约会啊？是啊，我跟这里的病人有约，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，希望能够留下一个完美的最后印象。喂，袁凯，说真的，你要是想念这里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回来的。不过，你要是离开超过5年，就得和李莲姐一样，通过 Return to Nursing Program 回来喽。我都还没离开，你就那么快替我打算了？哦，对了，你们最好不要替我搞什么 farewell party， 我最怕那一种的。今天我们下班之后一起去唱 K， 我请客。OK， 我先忙了，今晚见。谢谢你啊，很少有男生像你这样有耐心，还不怕脏。如果我的孙子有像你的一半就好了。你真的是一名好护士。谢谢你 ，Mr. Chi。Mr. Chi， 他的确真的是一名好护士，而且很受欢迎。只可惜他要走了。下一次我来医院，那不就看不见你了？放心吧，这里还有很多很尽责的护士会照顾你。这里就有一位。Mr. Chi， 你先好好休息吧，待会儿吃午餐的时候我会把你叫醒。哦，谢谢。Miss Ko 因为器官衰竭和电解质紊乱，引发了心律失常，已经陷入昏迷。对不起，萱姐，对不起你，来不及把你送回家，你真的舍得把我丢下吗？让你把心里的内疚、思念、悲伤倾注在剑上。
阿公60多岁了，不如干脆不要医了。当了这么多年的护士啊，对他还是束手无策吧。不管他做过什么事情，或者他是不是你爸，他现在都是我们的病人。你真的不管他的死活吗？